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現在在我家附近的捷運廣慈奉天宮站，這是即將完工的信義線起點廣慈奉天宮站，現在已經掛牌了。聽說6月底就要通車了。我今天的散步行程就是要從這裡出發，去造訪我的母校永春國中，就是現在的永春高中。我今天要走的路線就是我以前的上學路線，福德街。也是現在信義線走的路線。那今天有機會看到將來永遠不會看到的風景，就是信義線最後500公尺還在收尾的路段。前面是台北市信義區行政中心。這是廣慈奉天宮站1號出口。福德街。松山家商。以前每天走路上学，好像是要去爬山，因為當時的永春國中是號稱松山區最高學府。這條馬路通往永春埤濕地公園，以前是永春營。以前就会走這條馬路去上學。這是松山家商新的校門。這邊有步道往永春埤濕地。這是以前的永春營，是一個戰車營。這座山是四獸山的獅山，旁邊是象山。永春高中就位於象山之腰。永春高中前身是我的母校永春國中。這裡有一塊石碑，民國74年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立的永春埤原址，就是在下方現在的永春埤濕地公園。相傳這一帶最早是福建永春人來這個地方開墾，所以這座埤塘就命名為永春埤。永春高中校門傾往斜坡上。我們國中的時候，女生是走這邊上學校，那男生是走樓梯直接到校園。為什麼女生不走這邊呢？因為這個石階太陡了，所以很容易會裙底春光外泄，所以女生都走這裡。今天是星期日，校園應該有開放吧？今天是假日，校園有開放，不過沒看到什麼遊客，因為要散步的話還要爬山，所以可能比較少人會來永春高中的校園吧。前面是舊校門。我的母校永春國中，其實我讀過2個地點，最早的地點是在現在松山路那邊的，現在叫雙永國小。那最早永春國中是在那邊，那民國65年的時候搬遷到這裡來。所以事實上，我是在國3的時候才在這邊就學的。這是舊校門。
這邊的建築才是最早期的校舍，所以當年到了學校之後，還是要爬山。當年的教室，當然我已經沒有印象了，畢竟過了50年。很可惜，當年我在永春國中的校園沒有拍任何的照片。我印象中只有一張照片是在校門口附近拍攝的，背景有學校的校舍。那畢業紀念冊我也沒有印象，可能很久以前就遺失了吧。前面是學校的運動場。那邊有2名學生在丟棒球。永春高中的棒球隊還蠻有名的。這是學生活動中心。上來看台看一下。闊別母校50年，最近才想要重新造訪，因為我最近剛整理完我國中、高中青春時期的照片。所以就想到回母校懷舊一下。我從這裡往下走，我現在離開永春高中了。當年永春國中搬來這裡的一個好處就是，我那時候有機會去爬象山，所以在象山的那邊有拍下幾張照片，可以分享給大家。我接下來行程也在造訪我的母校永春國中另外一個舊址，就現在的雙永國小。松山路，忠孝東路5段，對面是永春市場。我要從這條巷子走往雙永國小。這裡原本是永吉國小，它的前身就是永春國中，我的母校。永吉國小現在跟永春國小合併，改名為雙永國小。這個校門口沒開放。這一排校舍我有印象，這就是以前永春國中的教室。那當時與永春國小只有1牆之隔。這邊是永春國小，現在正在重新新建校舍及地下停車場。剛剛遇到的小朋友說，假日其實是有開放的，因為剛好今天學校在消毒，所以校園就沒有開放了。我的母校永春國中是成立於民國57年，附近的新雅國中也是在那一年成立的。因為民國57年，台灣正式實施9年國民義務教育，所以很多國中都是在那一年成立的。那到民國64年的時候，因為我們的鄰居永春國小學童人數已經破1萬人了，所以民國64年的時候，政府就決定將永春國中遷校，遷到現在的永春高中那個位置。那原來的校舍就撥給新成立的永吉國小，所以這裡就同時有2個小學：永春國小、永吉國小。民國65年初，永春國中新的校舍完工，所以我們是在那個時候遷到那邊去的。所以我的母校有2個地方。當年永春國小因為學生人數太多，所以新設立了永吉國小。沒想到幾十年之後，因為少子化，2個學校的學童人數都減少了，所以後來政府決定將2所學校合併。2所學校合併之後，新的校名要叫什麼呢？後來經過 I voting， 就選擇雙永國小。
所以短短幾十年間，台灣從多子化到少子化，經歷了激烈的社會變遷。如果你年紀夠老，就會看到這樣的劇烈轉變。就像我以前民國62年從我家走到永春國中上學的時候，還要經過鄉間小路，路旁還有一些稻田。現在完全不一樣了。我走回到廣慈博愛園區了。我回到廣慈奉天宮站了。今天造訪我的母校永春國中，算是懷舊之旅。那走過的路線可以用永春片路來形容。那我今天的旅行就到這邊結束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，歡迎您點選網址，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。